老人口中常提到的山黄鳝，长得和蛇一模一样，却不是蛇，尾巴一碰就碎，却是大补之物。老黄牛吃了力大无穷。这种看起来像蛇的山黄鳝究竟是什么动物？山黄鳝也叫做碎蛇，但它和蛇以及黄鳝这两种动物没有任何关系，是蛇蜥科动物，原名叫做翠蛇蜥。至于山黄鳝、碎蛇，这些都是老人根据它们的外形特征起的俗称。翠蛇蜥身体细长，体长能有20到40厘米，和蛇类别无二致，身体光滑，背部长着鳞片，呈现红棕色或者棕黄色，在身体颜色上和蛇类还是有一定差异的。翠蛇蜥大多生活在草丛、山林或者某处隐秘的石头缝隙中，寻找一处土质松软的区域挖洞生活。之所以被叫做翠蛇蜥，是因为这种动物确实非常脆弱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尾巴会直接断掉。蜥蜴的断尾能力有异曲同工，断掉尾巴后，它们会在地上不断蠕动。断尾之后，就会误认为这只翠蛇死亡，被进食的时候却发现是假象，而的翠蛇蜥不知夭夭。蛇蜥的尾巴断裂之后，过不了多久还会继续长出来。这种断尾求生的方式是它们的保命技能，但如果有人直接用手上去捕捉翠蛇蜥，它的身体就会彻底碎掉。因此，以前村民们遇到翠蛇蜥都是用脸盆将它扣住后，再另寻他法进行捕捉。广西大明山出现怪异生物，长相似蛇，却被人们叫做山黄鳝，尾巴一碰就碎。山黄鳝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？山黄鳝在我国南方地区更为常见，是一种典型的穴居动物。在不同的季节，山黄鳝的活动轨迹也是不同的。比如说在夏季，它们就喜欢在晨昏时刻外出活动；到了春秋季节，它们则整日都会在外活动，捕食地下的蚯蚓、昆虫、蜗牛等等，有时候还会在水里游泳。而到了冬季，当外界温度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山黄鳝就会进入冬眠。如此看来，山黄鳝的习性和蛇类极为相似，但它属于蛇蜥科，翠蛇蜥和蛇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？不少人认为这两种动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长相上不分你我，只不过翠蛇蜥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自断尾巴，本质上是没区别的。其实蛇和翠蛇蜥之间还是有少部分细微差别，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。比如说翠蛇蜥长着耳孔和眼睑，这都是蛇类没有的。蛇类在狩猎时只能依靠地面的震动来判断猎物的方向和位置，而翠蛇蜥则不同，它们的眼睛可以睁开或者闭合，可以随时观察周围动静，也可以听到其他动物发出的声响。也就是说，翠蛇蜥对外界环境更加敏感。蛇和翠蛇蜥的身体虽然都呈现长条状，但翠蛇蜥的尾巴占了整个，只是它的尾巴断裂，身体还好好的。尾巴在蛇又似蜥蜴，是否是蛇和蜥蜴杂交而来的？在野外遇到翠蛇蜥，能否抓起来吃掉呢？翠蛇蜥外形上和蛇相似，生活习性则更像蜥蜴。翠蛇蜥没有毒性，它们的身体也无法像蛇那样随意弯曲，更无法像某些大型蛇类张开血盆大口将鸡、山羊等体型较大的猎物吞入腹中。简单来说，翠蛇蜥进化成这个样子，只是为了方便在洞穴中生活。它们的四肢越变越小，直至完全消失。另外一部分蛇蜥科动物的后肢则仍然保留，只是也不像从前那样健壮有力，也在朝着无腿的方向发展。因此，翠蛇蜥和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，只是二者恰好在外形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。翠蛇蜥本质上还是蜥蜴的一种。翠蛇蜥是一种药用价值极高的动物，被烘干后可以入药，具有治疗跌打损伤、祛风湿等效果。村民们以前经常在翠蛇蜥相对活跃的季节，也就是春秋季节，在野外捕捉翠蛇蜥，将其醉死后烤干，经过处理后的翠蛇蜥便可以入药。听说有部分地区的老人认为翠蛇蜥是大补之物，人吃了身体是承受不住的，抓回来的翠蛇蜥都被用来喂家里的老黄牛了。这种说法不知是否属实。总之，在翠蛇蜥成为保护动物之前，不少人都会专门去捕捉翠蛇蜥。后来因为和栖息地受到破坏，翠蛇蜥的数量便开始慢慢减少，如今已成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